又碰见你了，给你带了杯热可可。上次在我家跑茶的时候，看你好像不太爱喝苦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这2天就是特意来蹲你的。上次我送你的那个木鸟，你应该是带回家了，不过我看你家那位好像不太喜欢。他不喜欢也没关系，反正我做那个东西是送给你的，又不是做给他的。你，啊！你来的还挺快的。以后离他远点儿。你凭什么替他做主？你刚回国那阵子，我就知道你搬到对面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回来吗？你就是想看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跟你断了联系。现在你也看到了，可以走了吗？你的杨子刚才可没推开我。你当年给我设计封面的时候，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温玉白，你这本书会火，但你这个人永远火不起来。然后我问你为什么，你说因为你的壳太厚了，没有人能钻得进去。现在有人了。是，我看出来了，所以我才更生气。我花了7年时间都没能做到的事情，他只花了几个月就做到了。你的壳被人钻进去了，那么从此以后，它就是你的软肋了。我可以靠近它，可以给它做木鸟，给它跑茶，你防得了一次，你防不了所有。温玉白，你不是最喜欢收集数据吗？那你现在算算，你有多大的概率能把它一辈子都藏得严严实实的？你以前跟他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给我画过封面，是我第1本书的封面设计师。后来他对我有了其他的期待，我拒绝了。就这样。那你为什么拒绝他？因为那时候壳太厚了，没有人能钻得进来，直到你在课本上画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？不是生气，是松了一口气。我们回家吧。你回来了。喝杯热的。番外那张你看了吗？看到了最后一段。白岩站在余生房门口，余生正在收拾行李，准备去外地上大学。2个人隔着半个房间对视了整整5分钟，谁都不说话，然后门就关上了。全书就这样结束了？你从来都没写过他们2个人在一起。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跟你在一起。那现在呢？但是我不打算去改那个番外，因为那本书已经出版了，结局已经印在纸上了。那上百万的读者买到的是白岩和余生没有在一起的结局。不过呢，我可以再写一本新书。这本书的主角有2个，一个呢是上课画画被叫了家长的小孩，另一个呢是在家里装了7年摄像头的作家。结局是这样的：那个小孩在他18岁那年的冬天，在路边当着另一个人的面把作家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拿下来，
然后把自己的手指一片一片地扣了进去。那个人一下子就懂了，他等了7年的那个人，其实根本不需要他说什么告白的话，只要当着他的面把他的手抓紧，就知道答案了。刚才在外面，你说你看到那幅画的时候松了一口气，为什么？因为终于有一个人能穿过那个壳了。因为从那一刻起，我不用再假装自己不需要任何人，所以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从那个壳里拽了出来。我在，别怕。你回来了，真想把你藏起来，只让我一个人看。好。但煎老了，那你来煎吧，我反正不会用你这个破锅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哪儿学过啊，就只会煎个蛋。这件衬衫我找了好几天了，我还以为被阿姨收走了呢。我拿它当睡衣了，怎么不让穿啊？扣子掉了。我知道啊，你上次在画室里扯掉的嘛。蛋都凉了，我们再煎2个吧，这次你看着我煎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